就讲啊，帕都是一个政府呢要来查嘎杂的资料库，填了之后呢，它其实就是想要知道你住在哪里啊，你跟谁住啊，你的工钱多少啊，一个月花多少钱公车啦，用什么银行公车啦。听说你不填的话呢，就会拿不到政府的 subsidy 了。等一下哦，为什么我听说啊，填了之后就没有汽油的 subsidy 了的？不要填，听说啊会泄露你的 IC 号码的喽。说是这样哦，到底填还是不填哦？我知道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都面对着这样子的情况哦，好像听到有人在讨论这巴都啦，在 Facebook 上面一直看到这个字啦，但是呢，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多少人呢能够清楚的告诉你巴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荧光笔工作室不就来了吗？什么是巴都？巴都的全名呢是 Pangkalan Data Utama， 又称为主要数据库，是一个由马来西亚经济部、统计局以及行政管理现代化局所共同开发和管理的 database。那既然它是 database 嘛，那就是说呢，巴都的系统啊是用来装资料的咯。谁的资料呢？当然就是你跟我的咯。不是马来西亚的人不用担心，不关你的事。根据我们能够找到的 info 啊，巴都会收集的资料就包括了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基本资料、教育程度、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薪资还有负债等等。政府呢会把各个机构，比如说税收局、公积金局等等机构里的这些资料呢，全部都搬进了这个巴都里面去。也就是说，就算我们不打算去 register 和填写这个巴都系统啊，政府呢还是一样呢掌握了我们的个人资料的。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注册，还是要人民呢特别抽时间去填写呢？根据我们的理解呢，注册以后所填写的这个资料呢，是用来跟巴都系统里面的资料做 compare 的，根据情形来 update 这个巴都系统，以确保巴都系统里面的资料呢是最 update 的版本。然后呢，政府呢就可以用巴都系统来调整马来西亚的津贴政策啦。因此呢，想要注册的观众记得呢，截止日期是在3月31号哦。想要再看看更多资料的观众啊，或是了解更多，都可以到巴都系统的官网去看看。现在说政府已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巴都系统呢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肯定就是在津贴这方面了。根据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呢，政府打算是用这个巴都系统来取代现有的 B40、M40、T20 的这个收入分类法，并重新制定更准确的津贴机制来援助真正需要帮助的穷困人士。这是因为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津贴的制度啊，经常都被有心人士滥用和错用，变成了马来西亚政府巨大的这个财政负担啊，巨大能有多巨大哦？800亿算很巨大了吧？根据马来西亚财政部的资料显示，政府在2022年呢是一共花了773亿令吉来津贴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这些津贴呢，就包括了燃油啦、煤气啦、电费啦，还有煮饭用的油和面粉等等等等。那你是不是对800亿没有什么概念嘞？800亿呢是马来西亚政府呢一整年用来搭桥补路、建学校、建医院等等的 budget 哦。那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一年里面会享受多少政府的津贴呢？1000、2000还是3000？根据我们的计算呢，马来西亚每人每年呢应该享受了2300令吉的津贴左右啊。重点就来了为什么说是应该嘞？因为事实上呢，大部分的人所享受的津贴呢，都很有可能不到2300块啊。没得给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呢，是因为我们现有的津贴制度是有问题的啦。我们就拿汽油津贴来做个例子，汽油津贴呢是属于全面性的津贴，只要是马来西亚注册的车辆呢，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油站添加受津贴的这一个汽油。也就是说，只要你有一辆马来西亚车牌的车，你打越多的油，就能 enjoy 越多的津贴啦。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理解，不管你是叫 Wellfire 的马爷爷，还是你是叫阿夏的阿邦，还是你是叫 Motor 的阿弟，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汽油津贴。而以正常的情况来说这个 Wellfire 呢肯定是最好有的咯，因为它大嘛，它重嘛，对不对？因此呢，马爷爷就会是成为享受最多汽油津贴的人啦。但是呢，马爷爷却恰恰是最不需要政府援助的人，因此呢，政府呢才会觉得他们需要巴都这个系统呢，通过系统里面最 update 的资料来做最准确的分析，并以鉴定最需要获得政府援助的人在哪里啦。政府还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巴都系统呢，除了会从津贴这一方面呢影响我们的生活，也会从缴税这一方面影响我们，尤其呢更多是影响那些不舍得缴税的人。当巴都系统有了我们齐全的资料之后政府就可以知道我们跟银行之间的 transaction 呢，并且掌握我们真正的消费能力。再举一个例子，明面上这个马爷爷是一个退休人士，他全靠着这个政府呢派发的援助金过日子的，但是呢，其实暗地里他是一个
个隐形富豪，他拥有10间 condo 收租博朗在。过去呢，马爷爷可以通过谎报自己的这个收入呢，领取这个援助金。但是呢，现在有了八度系统的资料之后呢，政府呢就可以对马爷爷的真实财务情况一目了然。到时候啊，不但要撤销马爷爷的援助，可能还要向马爷爷追讨欠税呢。这一段呢是我们的根据手头上有的资料呢，进行合理的猜测和推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其他的想象吗？或者我们刚刚的假设是错的，也请大家可以多多的指正哦。那八度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相信啊，大部分人对于缴税这件事情呢，总是很挣扎哦，好像应该给的，但是每次给的时候啊，好心痛哦。但是呢，无可否认的，缴税是身为国民的义务。我们生活里面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呢是依赖政府所给的钱，比如说各种基础设施啦、医疗体系啦等等。更何况呢，我们国家的发展啊，都是离不开钱的。关于八度的隐忧，那刚刚我们说到的都是大方向啦，还是有很多人呢对八度有很多的疑问。听说呢，八度系统啊，第一天就被高手 hack 了哦，是不是真的？没错，八度系统呢刚刚上线的时候呢，的确是有一些安全的漏洞，存在着泄露个人资料的安全隐患。但是呢，经济部呢也已经迅速的把这个漏洞呢给修补了。截至目前呢，也没有发生其他个人资料泄露的事件。为什么啊这么多人质疑八度对个人资料安全的保护措施的？这样不可信咩？他们这就是因为呢，政府拥有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免责权，而八度系统呢并没有明确的个人资料安全保障的措施，这自然呢就引起了部分人士的警惕。捍卫自由律师团 LFL 就因此发文告呼吁政府啊暂停使用主要数据库，直到呢修订新法令为止，以防当局呢滥用民众的个人资料或发生外泄的问题。为什么啊很多人对八度系统有负面的看法的？我们觉得嘞，让八度系统呢在还没有开始实行就遭受信任危机的罪魁祸首呢，其实是政府自己啦。相信呢大家都非常的认同呢 Gerard 所批评政府草率行事的这个论点。政府呢应该在执行八度计划以前呢，先制定相关的白皮书和法案，并交由国会的歪闭门讨论和商量计划的各种细节以及内容，间接让民众参与整个计划，从中实施监督的力量，这样不会更好吗？那政府到底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根据这个《新洲日报》的报道，经济部长 Rafizi Ramli 呢就指出说，政府将会在3月31号，也就是八度注册截止以后呢，就开始加速落实针对性津贴政策。好啦，结论啦，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对公平和公正的这个追求，所以呢，当政府说啊希望通过八度系统而做得更公平、更公正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所期待。我们都知道呢，马来西亚呢就曾经因为资源分配的失衡，埋下了这个种族的隔阂的种子，导致呢马来西亚人民之间呢有某程度的不信任感，而这个影响呢到今时今日呢都还没有被解决。虽然我们认同八度系统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政府在推动这个计划的真正用意，以及政府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啦。那就让我们一起保持谨慎而乐观的态度去观察政府的后续动作啦。毕竟呢，行动是最实际的嘛。Nothing speak louder than action。好啦，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这是我们目前呢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呢，整理给大家，让大家快速的了解八度是什么。不知道看着影片的各位高手们，关于八度呢，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要补充吗？踊跃留言吧。那至于呢，八度还会不会有什么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发展呢？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我们是影光美工作室 Highlighter， 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 upload 新的影片。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这些平台的朋友，赶快去 follow 一下啦。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我是莹莹，拜拜。所以你们会填八度吗？你不会，你填了，你不会。我考虑一下，通常以我拖延症，应该是过了3月31号的了。